各位朋友，中国的女性呢，现在呢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是社会地位最高的女性，就是这个女权啊，在中国的这种盛行的程度啊，有的时候遠超西方，而且中國女性的解放也遠超西方，真的啊，各位，這我一點都不誇張啊，你再看看這些出國留學的這些女性，或者是中國現在的社會上的這些女性，對性的開放程度比美國和西方的一些傳統的這個人都要開放得多，這可不是我胡說吧，朋友們。所以這個女權啊，深刻的改變了中國女性的這個心理結構啊。哎呀，這個我看到了一個網友爆的料啊，把我都給驚掉了，嚇怕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覺是我見過不要臉的，我真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呀！自己還有臉打電話給律師，那個訴苦喊冤吶，說她的丈夫要把她淨身出戶啊，要跟她離婚，為的是什麼呢？就是因為她在哺乳期呀，啊，讓她的男同事喝她的奶。哎，你好，張律師。請問遇到了什麼問題？就是我現在是那個哺乳期嘛，就是我老公他還跟我離，然後呢，我說實話，這件事情嘛，就起因是因為我跟我單位同事，我請他喝了一個奶嘛，然後他就覺得我這個人有點，就是說我這個人怎麼樣，然後我老公就挺小氣的，然後我爸說實話也對這段婚姻也挺失望的了，然後既然我老公他提出離，那我也沒什麼怕的，然後我現在我想諮詢一下，就是我怎麼樣才能讓我利益最大化呢？什麼請同事喝了奶，什麼意思啊？就是我請了別人單位同事喝的奶。喝什麼奶呀？什麼意思啊？就是請他喝的飲料嘛。喝飲料你老公就吃醋了？對啊，他是吃醋了呀，他就是小氣巴拉的呀。為啥？你從頭到尾說說什麼情況？哺乳期你老公是不能提離婚的呀？他說跟我離婚，因為我其實說實話跟我老公結婚不到3年了嘛，對吧？然後我們兩個收入其實說實話一直都不穩定，都不好，然後當時是一直沒有敢要孩子，然後後面就是這個孩子呢，說實話也來的就是比較意外嘛，然後起初我開始我覺得有點壓力大，我不想要，然後後面我老公我婆婆都知道了嘛，加上我父母朋友也勸嘛，就後面當時也是沒辦法才把這個孩子生下來了。那生下來之後吧，那當時我帶着孩子，因為我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我怎麼說呢？就是我不會怎麼帶嘛。然後後面的話，我就讓我婆婆就是幫忙帶嘛，帶孩子的事情。然後呢，我婆婆來的話，就是其實也還行嘛，就是也可以把這個家裡邊就是安排的妥妥當當那種嘛。但是就是你也知道嘛，張律，就是你也知道，就是我吧，我從來沒有嘗試過這種感覺，你知道吧？你說這孩子每天哭鬧啊、吵啊，就弄得我神經那個導致衰弱，我睡不好，你知道吧？一開始本來這孩子跟我睡的，因為我這樣我睡不好，休息不好，然後後面我就讓跟我婆婆睡了，你知道吧？跟我婆婆休息呢，但是我吧，我每天晚上我還得起夜我還得餵那個奶，我得把那個奶得提前吸出來，然後讓我婆婆每天熱一熱就給孩子吃嘛。然後我當時是看着我這個孩子，他可以完全就是脫離我的情況下，就是他奶奶可以帶的情況下，然後我是產假，那時候還沒完，我就回公司上班去了。然後呢，就是我回去上班，說實話，我也是想我要多掙點錢嘛，我也想就是為了這個家裡邊就是多奉獻一點嘛，然後也是想要在那個領導面前就是好好表現一下。但你知道吧，就我當時提出我要去上班的時候，我老公他就怎麼說呢？就我老公他不讓我去上班，不讓我回去上班，意思說非得讓我好好養一養。但是我就怎麼說呢？你說生孩子的人是我，對不對？那包括我的身體的話是我自己能夠清楚的，對吧？然後呢，就是第一就是我老公他沒本事沒錢嘛，對不對？那如果他有本事有錢的話，那我也不至於就這麼早去上班嘛。然後當時我倆就因為這個事情呢，就是有點吵架了，有點就是不好了嘛。然後呢，最後這個事吧，他也沒有拗過我，然後後面我也就回到公司去上班了。對。
然後其實說實話，那個張律，你說不是哪一個人都喜歡做牛馬，對不对？我跟你講，我也不喜歡做牛馬。以前我跟你講，我老不愛上班了，我觉得一上班我就觉得就可痛苦了。但是吧，我觉得现在吧，我特別愛上班，我特別積極，因為我感覺怎麼說呢，就是生完孩子之後，在家帶孩子太辛苦了，然後後來又開始愛上班了。家人們又發了一個啊新的去參與。對啊，那可不是嘛，就是我覺得怎麼說呢，帶孩子整天就嗷哭，對吧？完了以後又弄那個尿布啊，什麼東西亂七八糟東西啊，我就覺得心裡就煩嘛，对不對？然後是比如說我想吃點什麼東西也好，幹嘛也好，對不對？然後我婆婆她就不讓我吃，然後我婆婆她老是就有事沒事老在我那個耳朵跟前，就是天天叨嘛。那我當时我也没有準備好，就是要這個孩子，你說這個孩子結果突然來了，然後婆婆也來了，就等於到一家子住一起了嘛。我就說實話，我就有點。那我問一下姐妹，你結婚是不要孩子的是嗎？對，我當時結婚的話，就是我沒有想過要孩子了呀。那不要孩子這個事跟你老公商量好了嗎？當時商量好了，但後面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突然就中標了，中獎了。然後生完孩子也不喜歡帶，然後不如去上班。对啊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生了孩子，我就帶孩子還不如去上班呢。結果我覺得就在公司以後吧，我覺得上班那種感覺真好，因為你說第一沒有孩子哭聲，對不對？也沒有那吵的聲音嘛，我就只要我好好上個班就行了。所以吧，就是我這個部門經理，他那個時候也知道我產假沒休完嘛，然後就回去上班了。而且家人們，這個事情聽着好難受啊！如果不愛就別生。哎呀，我跟你講，我也是不想生啊，我不想生可以怎麼辦呢？我老公、我婆婆、我媽啊，我那些朋友，他們都催我。當你的小孩真可憐呢。關注點起來，左上角福袋去抽一抽，家人們啊，這個抽完再給你們發新的啊，點關注亮燈牌。然後就後面的話，因為不是後面就上班了嘛，上班以後我這個經理他也挺表揚我的，就是當時全部門那邊表揚我說我是怎麼說呢，就挺勤快一姑娘嘛。然後後面我就覺得只要在我的價值中哈，就是說只要能夠在工作中體現的話，我就每天晚上我就基本都留下加班，反正我想着說實話，就是也能多遲會兒就晚點回去吧，就哪怕8點鐘下班，他讓我加班加2個小時我都樂意。然後呢，就是每回就這樣子吧，就是這樣子上班。但有的時候說實話也感覺到也不是很累。但是我孩子這個口糧嘛，那你說實話就是當時成了一個難題嘛。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着，就早上我出門的時候，我把孩子的那個口糧我就給留下了嘛，對吧？然后中午的時候呢，我就把我兒子口糧的話就提前吸取出來，就當時讓我老公去那個我們公司去取。但說實話，你說你為啥不直接奶粉呢？因為孩子就是我孩子吃那個奶粉不怎麼好，因為他那個時候太小了嘛，他會有點拉肚子，說只能吃那個母乳會比較好，因為當時試過。然後後面呢，到時候那你說我這上班嘛，上班的話，那後面沒辦法，就當時就讓我老公有的時候來公司取這個口糧吧。但是有的時候你也知道，就在公司裡面就是擠那口糧的時候，其實很不好的，就是很尷尬吧。有的時候又去廁所裡面去廁所吧，那個時候那個空間有點小。然後呢，就是我們這個老闆當时他知道我這個情況嘛，然後他就中午的話，他就跟我說，他說如果那個中午那個裡面沒人的話，他說可以讓我在他辦公室裡面，就是給孩子取那個口糧嘛，就是這麼個意思。然後有的時候我經常我會去那個老闆的辦公室啊，去取口糧啊這些之類的。但是有的時候就是咋說呢，就很尷尬，你知道吧？就有一天是周末我們當時我們那個就是怎麼說，集训有一個活動嘛。當時就是要在那個單位裡面加班，然後那天吧，我就說實話，我就出門太着急了，我就沒有帶那個取口糧的那個機器嘛。然後當時還沒到中午呢，你也知道，就剛生完孩子人的話，他會有點難受嘛，會有點疼，會很難受。然后當時我跟你講，又難受吧，他主要是那個衣服什麼的全部都打濕了，就打濕一片嘛。因為我跟你講哈，
其實我那個時候，我跟你講，我都哭了。然後我就覺得怎麼從來沒有這麼丟人過吧。然後後面我看這樣不行，因為我當時也拿了紙巾就堵了一下嘛，也就那個也不行。然後後面我當時就看我老板的辦公室當時沒人嘛，我就進去了。進去以後，那當時沒有那怎麼辦呢？後面我就叫了一個外賣，的那個當時的那個那个外賣快递员嘛，就給我送那個取的那個東西嘛。但是你知道吧，就是你說尷尬的時候也很尷尬，就是在這會兒吧，就我老闆回來了啊，然後老闆幫你吸了2口啊。他當時問我怎麼了，我就說疼。然後老闆男的女的呀？老闆是男的啊，巨嬰。還沒斷奶呢是吧？但他想喝。突然有點噁心。家人們，今天飯還香嗎？還吃得下去嗎？香的給我打個香。左上角福袋都抽一抽啊，都抽一抽，給你們準備的這個黑金面霜，自己去抽吧。哎，想問什麼？就是因為我當時不是我那個就是弄得太疼了嘛，然後的話就是當時我也沒辦法了。後面的話就是他跟我說他有辦法可以緩解嘛，然後當時他就給我按摩了一下，緩解頭那個疼，然後他還說要把那個吸出來之後才會不會疼嘛。所以我當時我是太疼了，太難受了。然後不是這個班咱就非上不可是不是？對啊，肯定得上班呀，我不上班那你說我怎麼辦呀？不上班我得賺工資啊，不然我們工資的話，我們本來就說實話就家裡面比較就條件挺困難的嘛。你說我再不上班的話，那你說對吧？那你沒錢呀。不上班領導沒奶喝。是。但是我跟你講，你不要誤會啊！我跟你講，我跟我這個老闆沒有什麼關係的話，我當時只是說太疼了，我確實是讓他幫了我一下，然後他就給我就是整出來了嘛。而且我跟他說實話，也就是那種上下級的關係，我就覺得當領導的為員工就是分憂解難，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啊。家人們給我點讚吧，咱們把讚點到10萬。哎，我馬上工商我都上出來了。你說做律師很難不難？啥都要聽。好，後來呢？不是，後來吧，就是因為這個老闆呢，他是40多歲，40出頭，就人長得吧，倒也還不錯的，就是人模狗樣的嘛那種感覺。然後他也是剛剛就是跟他那位剛分嘛。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有這麼巧，就是我老公呢，他那個時候看到我，就是那個時候他在家裡面嘛，他那時候看到我沒有打那個取口糧的那個東西，然後他呢就是直接就跑，就是拿那個取口糧的東西就來公司找我了。就結果當時他走了很久嘛，就是沒有見到我人，他給我打電話，我當時進有沒有接着。然後那個時候就公司的話就剛好是我老闆辦公室有人嘛，然後他當時就進來了。我當時進來的時候，我那個時候看到他身影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後我一看，我這個是我老公來了吧？然後呢，我當時我就把那個衣服我就趕緊整理了一下。我當時其實還想跟我老公解釋一下來着的，但是你知道吧？就我老公，我跟你說實話，他不叫你老公，那叫你前夫。家人們，我說的對不？覺得對的公屏扣666。怎麼是前夫呢？還沒有，因為馬上就變成前夫了。我聽着這話音兒，我跟你講啊，就是因為這個事情啊，我太難受了，你知道吧？來，被老公抓包了是不是？對，當時被他看到了，我當時是整理衣服呢，當時我就跟他說了一下，我說你不要誤會，我說這個是領導，他是幫了一下我的忙。對吧？我說我跟他就是普通，你不要誤會，翻譯一下就是你就當沒看見。家人們，我翻譯的對不對啊？覺得對的打個對。十級中文翻譯。那確實是誤會嘛，我都跟我老公說，我說你老公你別誤會我，對吧？我說人家是看我，你就當沒看見，對吧？對呀，那不然你看，不對，說錯了，不是我當時我就說，確實是人家幫了我弄了一下，完了以後我說人家是幫了我，那不然的話那個他那個東西他一通一擠完了以後，對吧，都塞回去了，但是以後咱兒子口糧就沒了嘛，對不對？我說你這個還得感謝老闆，知道吧？然後吧，我跟你講，當時我確實跟我老公這樣說，但是我老公他
他不分青紅皂白的，他不分3721的，就完了，一上去就咔咔咔咔咔咔就咔两下子，就给我老板就锤了嘛。那你老板没抱帽子叔叔啊？当时吧，因为我这种关系，我有我的关系存在的话，就是我当时就跟老板就是也求原谅啊，我就说让他不要抱帽子叔叔，你抱帽子叔叔的话，你说到时候要賠偿或者怎么样，对吧？那你说我们这过完母怎么辦呢，对吧？然后当时我就跟老板就说好话嘛，后面老板他就没有抱这个帽子叔叔嘛。家人们，福袋開了，有沒有抽中啊？咱等一會兒再繼續抽啊。那你老板還怪好說話嘞。對，這個老板他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然後的話說這一回就原諒我老公了，他說下不為例，他說如果再這樣子的話，他說連我也得開除。但是我跟你講吧，你說這事吧哈，就是也沒有那個什麼東西啦，那個啥。什麼沒有那個東西那個啥？就是我跟你講哈，就是因為我們那天不是在辦公室裡面吵架嘛，然後後面呢，就因為這麼個事兒，然後被那個保潔阿姨他們都聽到了，然後我跟你講，就是這個辦公室啊，就到處在傳我跟老闆那些事情啊，但是你說這事吧，本來都沒有的事情，我跟你講都被說有了。有跟沒有，你自己心裡沒數嗎？你不用在這瞄，沒啥意思，大家都是成年人呢。但是怎麼說，那我就覺得你這種我老公他就有點良心就有點壞的了，你知道吧？因為後面不是發生這個事情以後嘛，然後老公他就懷疑這個孩子就不是他親生的，他後面去做個對比。結果呢？結果有點差強人意了。差強人意是勉強令人滿意的意思。勉強也勉強不了，他那個時候一下子就瘋了。孩子是老闆的。對。你跟老闆早就有了。怎麼說呢？其實你說這個事情他不能怪我，知道吧？主要是因為你等一下，你生了孩子不是你老公的，這事不能怪你。這句話聽着怎麼怪怪的呢？為什麼會怪怪的？那你說我經常跟我老公在一起，對不對？那你說他這個孩子不是他的，就是能怪我嗎？家人們，這句話帶入我們女性自己，就是我生個孩子不是我老公的，這事不能怪我，怪我老公沒能力啊，沒把地種好。你這樣說好像也對啊。對呀，那我這個講的我沒錯呀。那我是覺得，就是你看他自己沒有把這個地種好，沒有把這個地給弄好，對不對？你說這個也不能怪我呀。而且再說，你說我跟老闆吧，其實那個時候壓根我們之間就是沒有什麼太多一些事的，就是有一回是在那個，應該是說我們公司團建吧，公司團建，然後當時他也喝多了，我也喝多了，然後他那個時候給我就是專門給我弄一些燒烤吃嘛，給我弄一些燒烤吃。然後呢，我當時也吃一些燒烤，然後呢，就是也喝了很多那個喝酒嘛，就喝的比較多。然後呢，就喝來喝去吧，就當時就是有點暈乎了嘛，暈乎。然後呢，老闆他當時就跟我說，他說呀，他說我怎麼長那麼好看，就怎麼樣嘛。他說而且那天我穿的那個衣服，他說也比較特殊，他說就喜歡我這樣穿。然後我當時我說老闆你別鬧，他說真的，他說喜歡我。結果那天吧，就說實話，我倆說實話也算有點情不自禁吧，因為畢竟你說我跟我老闆在一起工作朝夕相處的也有這麼久了，對吧？難免產生點感情，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嗎？對吧？然後其實我那個時候就我懷這個寶寶的時候呢，就是我老闆也是知道的，我也是知道的，但是那個時候我就想着。這個100%的幾率可能有80%。等一下，意思就是你不是不願意生孩子，你是不願意生老公的孩子，對吧？怎麼說呢？就我當時反正我懷的這個孩子，我是以為是老公的，但我沒有想到真的是這個老闆的，沒想過。我不信，家人們不信打不信，我不信。左上角福袋點開，關注點上，家人們，我等會兒再給你們發那個黑金面霜啊。一會兒等一等，因為啥？這會兒湧進來很多新粉絲，我想盡量讓老粉絲抽到啊。你說這話你自己信嗎？
我说的是真話呀，可是我說的是實話呀，我也沒有說假話。對啊，那個時候我不是就是生這個孩子吧，就是我跟你講，就是老闆他當時還不想讓我把這個孩子生下來，因為他怎麼說呢？因為他就喜歡我那種身材，他不喜歡我變成那種媽媽樣嘛，就這麼個意思。然後他那個時候說，如果我不生的話，他說可以給我10萬塊錢。然後那個時候我說不可能吧，他說真的，他那個時候一下子就給我轉了10萬給我，他就要求我不能生嘛。但是我這個人吧，其實那個時候就有點馬大哈，因為我當時就是有這個寶的時候，就是做那個兩槓哈，我那個時候我就應該把這個兩槓我就給丟掉，但那天吧我就忘在那個洗漱台上了，然後後面就被我老公看到了嘛。他被我老公看到以後呢，然後的話，他就說他覺得他就要做爸爸了，然後的話就怎麼說呢？就說必須要我生下來，就再怎麼樣生下來。那後面的話，我當時沒辦法了，我只能生了呀。但生孩子這個事兒吧，就我這老闆他不是知道嗎？我跟我老闆沒關係，我實在沒辦法才把這個孩子生下來，我不願意啊，老闆非要給我錢。對啊。然後老闆，我跟你講，他那個時候知道我把這個孩子生下來，他很生氣。他說：“如果……”還有粉絲問張律聽着不惡心嗎？我惡心，我有什麼辦法呀？哎呀，福袋點開，關注點上。不是，怎麼會惡心呢？怎麼會哪裡會惡心？你又沒有吃了什麼東西的。我這會兒家人們，我這會兒連水都喝不下去了。你們沒發現我這會兒今天我都沒咋喝水嗎？喝不下去了，快吐出來。哎，怎麼會呢？我怎麼會吐呢？哪裡會吐嘛？我覺得不會吐的呀。你的胃還挺大。我的胃說實話就是一般吃的比較多吧，反正就是多餐少食的那種，這樣的話也可以就是均衡一下自己的一個體重身材標配那種。對，然後不是因為就這個事兒吧，就這個事就是老闆，他那時候不想讓我生嘛，但後面我還是就是沒辦法，因為我老公他們那個是要求我生，那我沒辦法，我只能生。但是這個老闆呢，他就不願意了，知道吧？他那個時候想讓我把那個10萬塊錢就還給他，那我就覺得怎麼說呢，就不能夠啊，对不对？因為畢竟的話，你說我生了之後吧，我也一樣的我會跟他在一起的。但是我覺得不生吧，就是又感覺我老公這邊我又過不去，然後後面我就跟老闆說，我說把這個寶寶生下來，我說到時就給我老公他們養着嘛，帶着嘛，然後的話我就盡快的回歸到公司。然後后面我跟你講，其實我跟你講，我那個時候啊，就上班的時候就是不是還才1個月嘛，那個寶寶才1個月，然後的話我後面我是出月子就是要上班嘛，其實是這個老闆他喊我去上班的，他說如果我再不去上班的話，他說就要那10萬塊錢。為了10萬塊錢去上班的，並不是說自己想非要。我說這個世界上怎麼還有人這麼熱愛上班呢？我這直播我都快播不下去了。家人們亮個燈牌啊，點亮粉絲團，亮一個燈牌，数据做一波，馬上整點了。所以我說，我跟你講，我那個時間我也不想上班，哪個人想做牛马嘛？我也不想做牛马呀，对吧？然後就後面把那老闆當時他当时以這樣一個方式來跟我說的話，那你說我也沒辦法呀，我也只能說按照他那個要求我去上班。但是說實話吧，有這麼見沒有見他，反而倒還有點想他。然後後面我就去上班了。那你來問啥來了？來問啥吧，就是後面我們這個事情不是被全部就知道了嘛，被那個保潔阿姨就全部散發出去了嘛。你說一個保潔就是一傳十，十傳百的那種，完了以後就公司裡面就全部都知道我跟老闆的事情了。結果後面這老闆就說實話，他就有點你知道吧，就是這什麼呢？就穿了什麼不認人的那個狀態。他意思說什麼？說我當初是我勾引引的他，是我倒貼了他。然後呢？就最主要什麼呢？就是他說我就這樣的人不適合待在公司，他把我給開除了。他把我開除了就不算吧，就是他这個孩子他也不認，知道吧？關鍵現在是我老公他就是說，我找他當了那個接盤俠，然後的話他說也不願意跟我在一起了，也要跟我分開。那你說，第一我工作我丟了，對不對？你說我孩子我到時候喝奶的話沒有這麼多奶喝，因為我跟你講，現在還有個事沒告訴你哈，就現在我又懷孕了，我又保了，是這個是老闆的。又是老闆的，這老闆的能力挺強啊，繁殖能力旺盛，還可以，眼前質量還算過關。反正就是一個兩個都是老闆的。自己老公的是萬萬不行的。不是自己老公，你說沒有的話，你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他自己那個不好嘛，不能怪我不好啊。
說的好像有點道理，但不多。但是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，而且我跟你讲吧，就因为这个事情吧，你说现在我面临什么哈，就是你看失业，我要带保，那带保的话，我现在不是有了吗？我那个那个没有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你说那孩子，那你说现在只能吃奶粉，因为他现在3个月了嘛，也能吃奶粉了。但是我觉得给我的经济压力大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来那个是想让我那分可以对吧？那你说不行的话，你给我一笔那个赡养费。怎么没有人给我支付精神损害赔償金呢？家人們，我感覺自己受到了精神損傷。福袋快開了，點開啊！怎麼會呢？我是覺得我收穫到了那種那個精神損失的那種東西，你知道吧？然後後面我看我老公他不願意負責，完了以後我找我那個老闆。找我那老闆的話，他跟我說，他之前給我那10個已經是算對得起我了，對吧？然後說這個孩子他也不願意認，肚子那個也不願意認。然後我跟你講吧，你說實話，他還佔了我這兒子的光呢，他還喝了不少奶呢。對啊，那你說現在這個情況，你說我應該怎麼辦呢？完了，我感覺我這2天都沒辦法喝我的馱奶了，我沒辦法喝了都，怎麼辦？涼拌唄，離。不是，那你說這老闆他應不應該要個什麼樣的一些代價呀？比如說我能不能就是找他要些什麼賠償啊等等啊這些之類的呀？你第2個寶出幾個月了？生不生啊？我這個第2個寶的話發現才1個多月，那我第1個寶才3個月。生不生啊？不是，你第1個寶才3個月，你還沒恢復好，你就第2個又來了。對呀，我跟你講，我說實話，我跟你講，你第一個剖的還順的呀？我第1個是順的。哇，身體不錯啊。憑親子鑑定報告可以支付老闆，可以要求老闆支付撫養費。就是說要有什麼東西，然後才能去問是吧？是啊，親子鑑定報告咋了？是有什麼問題嗎？孩子不是老闆的嗎？是老闆的呀，但是你說要這個鑑定的話，我要怎麼去弄才行啊？鑑定取樣啊，牙刷呀、頭髮呀、指甲呀都可以啊，他的煙灰頭啊都可以啊，然後孩子的樣本，他的樣本。家人們來，新的福袋去已經那個啥，老粉去點啊。行，那我明白。那如果是說證明是他的，他就有負責那個有義務負責了，對嗎？是的，去點吧，福袋黑金面霜秀一下，你中了就是給你了啊，不要錢。行，那這個吧，我倒也明白了。關鍵那我老公呢，他要跟我離婚的話，就是那些財產的話，應該怎麼分呀？財產，你家有啥財產？就是我們家有房有車有存款啊。結婚幾年了？我倆結婚也沒有多久，也才2年多。2年多，有房有車有財產，還有綠帽。帽子吧，你說大冬天誰沒有個帽子啊？第1點，欺詐性撫養；第2點，離婚損害賠償金；第3，重大過錯，你也討不着啥好，沒啥夫妻共同財產，我估計你分不着啥東西啊。就是意思我分不着唄？差不多。那分不着我就不跟鬧了，我走了，我再見。分就這態度，行，再見，感謝你的連線。我知道很多的男網友聽完了這段之後捶胸頓足，大喊禮儀廉恥在哪裡？放開那個人妻，讓我喝！你真猥瑣！點個訂閱，咱們下集再聊。